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 小姐，我订了2位，我姓何。何小姐对吗？嗯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我肚子很痛啊！我刚刚好像看到楼下有一间诊所，赶快带我去吧！不好意思，我们改天再来。没事了。没事了？没事了。可是你刚才那么痛。我这个人平时爱搞笑，可能现在肚子跟我开玩笑咯。安全起见，还是去找医生看看吧。不必啦，哎呀，我刚才可能是抽筋吧。没事没事。你看，真的没事了。钱难赚啊，不要乱花钱。没事就好，那我们回去吃饭吧。我突然想起，我约了一个客户，我要马上赶过去了哈。拜拜拜拜。儿子，你在就好。来，过来一下，来，干嘛？来。什么事啊？你去跟雷爷说，叫他跟那个男人分开。他是有妇之夫啊，这样破坏人家的家庭，太没道德了吧？人家都不在乎自己是有老公的人，你认为他会在乎人家的老婆吗？可是那个男人是我朋友的老公啊。你朋友？所以你就是为了你朋友，你才希望雷和卢克斯分手？我是不希望你和雷儿在一起，可是我们也不能放任他跟那个男人在一起啊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担心你朋友的婚姻。这个朋友是谁？他对你很重要吗？雨柔是我的初恋，虽然我对她已经没有感情了，可是作为朋友，我也不希望看到她婚姻破裂啊，更不希望导致她婚变的人是我的媳妇啊。你就当成没有雷儿这个媳妇就好了。雨柔拜托我帮忙调查她老公，没想到小三竟然是雷儿，你叫我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她？那你就不要告诉他啊，让他继续活在婚姻美满的假象里，这样肯定比看到真相更幸福。可是这样我很难面对她的，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？只要雷儿愿意跟雨柔的老公分开，那就天下太平啦。哎，我真的是服了你哎！我跟雷儿感情出问题的时候，都不见得你那么紧张。你正在跟妈闹离婚，你也不怎么在乎。你到底是怎么做人家老公和老爸的啊？如果妈知道你天天在跟你初恋情人见面，她会怎么想的啊？你的婚姻现在已经岌岌可危了，难道你还要火上添油吗？真的哎你。Mr. Ong 啊，你要看房子啊？现在有空，那我们待会儿见 ，OK？ 拜拜。晴晴，怎么办？有客人要看 Mr. Ho 的房子，墙上现在全部都是那些大龙的艺术画。小 boss 那里应该有油漆，你去拿一桶把墙壁上的涂鸦给盖掉吧。以前大 boss 也有遇过这样的房子，他是这样处理的。我只是一个 agent， 又不是超人，一下子叫我做 handyman， 一下子叫我做 cleaner、electrician， 现在还要做 painter， 哇，真的是很倒霉咯。任品 ，Madam 单和传单帮的文件我已经检查过了，除了贷款资料，全都齐全了。贷款资料我前几天不是交给你了吗？啊，有吗？我跟一些 claim forms 一起交给你，你忘了？贷款资料在那些文件里啊，我已经交给 Madam B， 让他给大 boss 签名了。对不起啊，忘记检查。没关系啦，反正还有点时间，你跟老板娘安排，帮我拿回来好吗？哦。喂。
哎呦，周一忘了带他的证件，可能需要麻烦你送过去给他。你去给他吧，你也知道他不想要见到我。宝玉的客户多15分钟就要来签约了，我走不开，你帮帮忙好吗？他只是带一个客户去看房子，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不要特地为了一个证件赶来赶去。你也知道 CEA 规定，agent必须要带着证件，如果被客户投诉，他会被惩罚的。好了，给我了，给我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哎，你也是来泼漆的啊？啊，没有啦，我是这里的 agent。你们可以不要再搞破坏了吗？会害到我很难卖房子的。阿笋一天不还钱，我们就还会再来泼漆。他都不敢回家了，你们再怎么泼也等不到他的吗？而且现在1桶油漆也不便宜，干嘛浪费钱？哎，不然，商量一下，你们可不可以哦？等我把房子卖出去之后才来破啊。Sorry 哦，你卖房子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当然关你们的事。Mr. Ho 把房子卖出去，才有钱还你们吗？对不对？不要那么天真啊！他有了钱，也是拿去赌，还个屁！不要多管闲事，不然对你不客气。如果你们再泼漆的话，我就报警。你敢啊？报警啊！我会怕你啊！哎，你不要跟我多管闲事啊，听到没有啊？两位大哥，有话好好说嘛，不用动手的啦。不关你的事。Sorry， 我轻一点。喂，你是不是男人的？一点点痛都不能忍。你不会打架就不要多事吗？是，我看你被打的时候，我应该站在旁边鼓掌。对呀，哎，我学过母语带的嘞，需要你帮忙没？这样厉害啊！你想要谋杀啊？什么？一点点痛都忍不了啊？你是不是男人的？喂，我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 ，OK？ 我刚才一个人打2个人呢。如果是one on one的话，他们现在不是躺在医院，就躺在殡仪馆了，懂吗？坐下来啦，不要在静静面前丢我们男人的脸，可以吗？丢男人的脸？你才丢男人的脸呐！被戴了绿帽还……快道歉。sorry哦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说谢谢啊！如果不是人品及时出现，你早就变成猪头了。我现在这样还不像猪头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会更严重，进医院。Thanks, bro。虽然我看不顺眼你处理婚姻的态度，可是就像Number One说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还有坚持。就算我不赞成，也应该尊重你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你是我的 brother。之前说的那些话，也是因为我替你感到不公平，所以才这样说的。我知道 ，bro， 我说的话你不一定要听。可是，我还是劝你跟他离婚啊！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不过我做什么我自己最清楚。我觉得以后还是不要提这件事了，免得有吵架。手表呢？怎么不见了呢？唉。静静，人品呢？大 boss， 你不是放假吗？为什么回来啊？我找他有事。老板娘，找我什么事吗？美登丹跟陈乐鹏怎么会跟借贷公司借钱呢？他们想要买公寓，可是手机不够。是你教人这么做的？借贷公司的利息这么高，加上以后要还银行利息，以他们的薪水怎么能负担得起？
是他们自己想要买公寓，我又没有逼他们。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可以衡量自己的能力。他们想要拥有自己的房子，这是最好的方法的。这样他们的负担会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把大部分的薪水拿去还贷款，没有留下储备金，万一有急用的话，去哪里找钱？那是他们的事，我只是负责帮他们买房子而已。难道你也要我负责安排他们的柴米油盐吗？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？你是他们的 agent， 应该帮他们做好财务规划。你忘了跟你说过吗？房子是给人带来幸福，不是带给人家辛苦的。房子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吗？那我问你，你幸福吗？我幸福吗？你认为你没有做错吗？我觉得我没错。如果你觉得我错的话，你可以去 CA 举报我。怎么？你也想骂我啊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只是在想，之前你跟大 boss 的感情一向来都很好，你刚才这样跟他说话，他一定会很伤心的。不管谁对谁错，也不应该伤他的感情。你也觉得我错了吗？你没有错。可是大 boss 也没有错。我看你最近好像只顾着赚钱，不像以前那样会处处为客户着想。我担心你这样继续下去，会迷失自己。我之前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，结果呢？我得到了什么？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如果你不够强，你就会被别人踩在地上。我不想再被别人践踏了。可是，你放心，只要达到我的目标，我就会收手。那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报复雷，还是那个男人？总有一天，你会知道的。这一天不会很久。丽敏，来一场好见啊！是啊，那天郝建的肠胃不好，我煮了点中药给他，你要喝吗？有很多耶。啊，不用了。哦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南方给女方。郝建，哎，雨柔，怎么过来了？好消息，手表修好了。真的啊？修理手表的昂哥要我带着他，让他走动走动。谢谢你。这手表的镜面呢没有换，因为师傅说暂时缺货。如果你想换的话，通知他一声，他去找镜面。不必换了，这样很好啊。有瑕疵也是一种美，谢谢你。看你开心成这个样子，手表对你一定很重要吧？哎，还有这个，我找中医师特地调配的，你肠胃不好，喝了应该有帮助。我什么时候肠胃不好了？那天我们原本要去吃饭的，你就是因为肠胃抽筋，痛得死去活来啊。哦。其实我没事了。没事还是要喝，就当做是补补身子。我熬了8个小时，你可不要白费我的苦心哦。谢谢你。不用啊，最近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我帮你也是应该的。雨柔啊，Lucas 他怎么了？他有你这样的老婆，
真的很幸福。好啦，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，我先走了。不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竟然把送我的东西转送给别人。老婆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签了吧。你真的去律师楼都要一份啊？我说过我不会签的。你不肯签，我可以单方面申请离婚。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同房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们就可以马上离婚。你不同意，我就等1、2年，还是一样可以离婚。你真的这么想离婚吗？这段婚姻早就应该结束了。以前为了人品，我觉得我应该忍。可是现在人品不需要我们管了。他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也劝不动他。不想再拖拖拉拉，请你放过我吧，让我去过我自己想要的人生。我知道我有很多方面让你不满意，可是我愿意改啊。改？你真的有心改吗？你明知道当年把钱借给雨柔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，可是你完全没有吸取教训，你还把钱借给 Jason。我只是想帮人啊。你对外人就是那么细心，对自己的家人迟钝得像块木头。人品婚姻出了问题，我出了问题，你一点都没有察觉。我不是不关心你们，我只是觉得一家人本来就应该坦诚啊，不管是你还是人品发生什么事，就应该直接说出来，我们一家人一起解决啊。可是你们什么都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呢？说了真的有用吗？你根本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碰到问题呢只会逃避，根本没有想过去面对它。我没有每次逃避啊。好，我知道我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缺点都改掉，好不好？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包一封红包给你，里头的数字由你来决定，就算你要我整副身家，我都没问题的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要你的红包吗？这些年你给我的红包，我一个都没有用。你以为这些红包可以弥补我对你的痛心跟失望吗？你每次做错一件事情，或者让我失望，我都会写在这本记事簿里面，已经快成为一本长篇小说了。我哪有做错这么多事啊？老婆，最起码我对你是忠心啊，我从来没有出轨过啊。除了对我真心以外，还有什么事情你是做对的？算是我求你了，放过我，给我一个机会，重新开始，可以吗？今天我们过大礼，他爸爸说了我几句，他没有帮我说话，只是叫我忍。他竟然把钱借给初恋情人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明知道我们自己需要钱，还把钱借出去。今天小人心离开了我，的心好痛。
我多希望他可以留在我身边，安慰我，陪伴我。可是他一整天都不见人影。这个男人可以托付终身吗？只是吃顿饭，他妈妈却在大家面前数落我，说我不三不四。都说到这种地步了，为什么他还不替我出头？今天是人品的 housewarming， 妈又讽刺我爱钱不顾家。我想反驳，他又只是要求我不要说。我被烫伤了，打电话给他却找不到人。回来他跟我说是因为讨论脱口秀，一时忘了时间，连脱口秀都比我重要。我诅咒给他妈妈，妈不领情，还讽刺我不会做家务。他竟然以为给我100块钱就没事了。舔过伤疤，于是尽量用笑容粉刷，把痛吞下，然后继续装得很优雅。所以我说，哎呀，是看谁放不下，无所谓对错真假。我已经签字了。掩饰着这伤疤都清楚，忧伤虐待只是自我安慰的方法。可惜啊，怎么能说放就放下，说忘就结疤，磐石肩膀着回答，爱恨的落差。说到底，谁不是边爱边惊慌？